嘿，你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那个每天帮你写邮件、画图的 AI，在不久的将来，会不会比我们人类更全面地理解这个世界？今天咱们就来深入聊聊这事儿到底是不是正在发生。你先停下来想一想，你平时是怎么跟 AI 打交道的？绝大多数时候是不是都这样，在键盘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把你的想法告诉他？但是就在最近，整个游戏规则可以说是被彻底颠覆了。AI 不再只是一个只能阅读文字的工具。你要是看过 GPT-4o 还有 Gemini 的演示，你就会明白，它现在已经进化成一个能看、能听，还能跟你实时语音对话的伙伴了。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这可不仅仅是加了几个新功能那么简单，这更像是什么呢？就像是 AI 第一次真正拥有了我们人类一样的感官。也就是说， AI 感知世界的方式已经从2维的文字一下子跃升到了3维的现实世界。这个技术的核心就是多模态 AI。你别被这个词吓到，说白了就是让 AI 像我们人一样，可以同时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然后用大脑来思考。它不再是孤立的处理文字或者图像，而是把所有这些信息全部融合起来，在脑子里形成一个更完整的世界图景。那么，当 AI 拥有了这些新感官之后，在真实世界里到底能干嘛呢？咱们先从一个最关键、最严肃的领域说起——医疗。来想象一下 ，AI 怎么成为医生的第2双眼睛和第2双耳朵？我们来想象这么一个场景在一个非常忙碌的急诊室里，一位医生正对着一张特别复杂的 CT 扫描图。这个时候，每1秒钟都特别宝贵，他必须在巨大的压力下尽快找出病灶，做出准确的判断。但是如果有了多模态 AI， 整个流程就完全不一样了。医生只需要上传图片，然后可以直接开口问：帮我看看这个区域的异常是什么情况。 AI 能立刻看到医生指的是哪里，然后用语音实时回答，甚至能在图像上直接把关键点给你圈出来。你看，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人机交互了，这更像是一位医生和他经验丰富的同事在并肩作战。好了，咱们离开高精尖的医疗领域，再来看一个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头疼过的问题：客户服务。说真的，你是不是也受够了那些只会翻来覆去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聊天机器人了？这种事儿咱们肯定都经历过，对吧？家里的什么电器坏了，那个说明书厚的跟砖头似的，翻半天也看不懂。在线客服呢，只会机械的给你甩一堆链接，到最后还不是只能自己在那儿瞎琢磨，太让人抓狂了。但是现在你想象一下，你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摄像头，对准那个坏掉的设备， AI 会通过摄像头看到问题出在哪，然后直接用语音指导你。看见那颗红色的螺丝了吗？对，就是它，把它往左边拧松一点。因为它看到的就是你看到的，所以指导才会这么精准。所有那些猜测摸索的过程，一瞬间就都消失了。你看，从修理家电到挽救生命， AI 的能力已经很惊人了，但它还能改变一项更根本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学习方式。想象一下，如果每个孩子都能拥有一个专属于他自己的，而且还无限耐心的家教，那会是什么样？这是一个再经典不过的场景了。一个学生被一道数学题给难住了，他反反复复检查自己的步骤，就是不知道错在哪儿。这种情况真的非常打击人的自信心。那么 AI 家教是怎么做的呢？学生只需要把作业本给摄像头看一眼， AI 就能立刻读懂他的解题步骤，一下子就发现他到底是卡在哪一步了。但最关键的是，他不会直接告诉你答案，而是会像一个特别好的老师那样，耐心地反问你，引导你自己把问题想明白。这才是真正的个性化学习一个随时在你身边，而且永远不会不耐烦的导师。医疗、客服、教育，这些例子当然都非常厉害，但他们其实还只是冰山一角。真正让人兴奋，甚至可能有点害怕的是，当 AI 把所有这些能力都融为一体的时候，会诞生一个什么样的存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万能 AI 的未来。所以你看，今天的 AI 工具箱里已经装满了各种各样的高能工具了，
能辅助医生诊断，能手把手教你修东西，还能因材施教。但这真的仅仅是个开始。当这些工具不再是分散的工具，而是融合出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智能体系，又会发生什么呢？这背后其实是一个更宏大的愿景。就像这句话说的，这不仅仅是一个更好的工具，这是一个万能 AI 的开端。重点就在于，我们正在从开发工具转向创造一个伙伴，一个几乎能在任何事情上帮助我们的智能伙伴。而且，这种能力的飞跃，它不是线性的，而是指数级的。我们不是在一节一节的爬楼梯，我们是在坐火箭。从只能理解文字，到后来能看懂图片，再到今天能够融合所有的感官信息。AI 理解这个世界复杂度的能力，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爆发。所以说，绕了一圈，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的那个问题：当 AI 不再需要我们去学习它的语言，而是反过来开始学习我们感知世界的方式，用眼睛看，用耳朵听，甚至开始理解我们的情绪和意图时，我们和 AI 的关系会变成什么样？这带来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但它带来的挑战也同样是巨大的。所以最后我想问你，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